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老婆检查出怀孕后，她让我把肖氏集团30%的股份到孩子名下。可我早就知道她出轨了我的发小，就连这个孩子也不是我的。我开始冷静，从她手中收回我曾经给予她的一切。离婚时，她问我，如果我打掉这个孩子，你会重新接受我吗？我笑了，你得了失心疯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老婆芝芝参加同学聚会喝醉了，打电话让我去接她。我赶紧放下手头的工作，猛踩油门到她在电话那头告诉我的酒店地址。刚进门，熏天的酒气就扑面而来。久违的酒气让我感到有些陌生，因为自从打算和芝芝备孕开始，我就戒烟酒了。如今芝芝怀孕3个多月，算算时间，我也有大半年烟酒未沾了。不知道今天芝芝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，怀着孕竟然喝醉了。我看着她潮红的脸，迷离的双眼，责怪的那颗心立刻沉了下去，甚至有点心疼。她一定是孕期太辛苦，压力太大了。我捏了一下她的小脸蛋，大横将她抱起来就要往外走。她小小的头顺势埋在我的怀里，让我倍感踏实。老公，你不是说要陪顾大美女律师吃饭吗？顾大美女律师，当我脑海里在搜索这号算是萍水相逢的人物之际，芝芝用头蹭了蹭我的胸膛，用软绵绵的声音撒娇，你终于舍得来了。我冤枉，我哪次对他不是有求必应？徐子从，你不陪你的美女律师，你过来干嘛呀？你就让我喝死算了。徐子从，我现在怀了你的孩子，你一点也不心疼我。徐子从，这3个字犹如一盆冰水，将我浑身浇湿透。他口里叫的是谁的名字？我他妈的名字叫萧泽南。徐子从是我的发小，抱着他的双手开始控制不住的颤抖，他嘴里还在不断喃喃，徐子从，你答应我的，等你拿下顾佑威，联姻吃下白家的股份后，就会离婚和我在一起，可别到时候不作数。你这个坏蛋，你不能欺负我。我听不下去了，将马如芝放回了原来的床上，掀起眼皮，无力地看着她醉酒撒娇的样子，心脏像被硬生生挖去了一大块，痛得快让我喘不过气，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。被放倒回床上的马如芝开始呼吸均匀，进入了睡眠模式，所以她是喝醉了，本来想让不见得光的心上人徐子从来接她，结果不小心打给了她这个老公我。可笑，要不是这一乌龙，我还不知道平时口口声声说爱我最爱我的好老婆，原来早已和我的发小暗通款曲了呢。盯着她略微凸起的小腹，我的心脏没由来的又一阵抽痛。我记得在医院确认怀孕那天，我高兴得像个傻子，没成想如今我倒真成了个不折不扣的傻子。那一天，马如芝让我答应她，等孩子出生就让我转让30%的公司股份到孩子名下。她的理由是她是个普通人，娘家没有助力，怕以后我移情别恋，抛下她之后孩子没有保障。当时我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肚子，答应了她这一要求后，信誓旦旦地说永不负她。发誓的人没有悔誓，是得到承诺，得到太多爱的人主动选择了背叛。马如芝，你要生下别的男人的孩子，还要我拱手相让30%的股份给你和别的男人的孩子，你的心是什么做的？石头吗？翌日，马如芝醒来后，看到一夜未睡、疲惫不堪的我，第一句话不是问我怎么看起来这么憔悴。老公，昨晚我喝醉了，是打电话给你让来接我了吗？
现在听到老公2个字就直犯恶心。昨晚他就在我的怀里软软糯糯的叫着别的男人做老公，我不浅不淡的嗯了一声，算作回应，捕捉到他脸上闪过一丝慌张的神色。我心里自嘲道，是不是下一句就问我喝醉了有没有说什么话？果然，他握着我的手臂摇了摇。我昨晚同学聚会，不好意思不喝点，我只敢喝一点点，只喝了1杯啤酒就喝醉了。我喝醉后之后没说什么醉话吧？我下意识地将手臂从他手里抽离。没有，你没有说醉话，你说的是心里话。听到我的答案后，他如释重负地微笑了一下，语气也轻快了起来。老公，宝宝饿了，我们早餐吃什么呀？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。好熬，老公。他甚至没有留意到我敷衍的语气，也没有留意到我今天都没有叫过他老婆。那一刻，想要报复的心达到了顶峰，但转瞬想到他肚子里的孩子是我曾经那么期待降生的宝贝，又稍微动了点恻隐之心，这很不对劲。和在商场杀伐果断的我完全判若两人。想到这里，我竟有点想哭。但转念一想，自己是个男的，加上马如之还在旁边，只好藏住悲伤，假装无视。我伸手去摸了摸他的肚子，每每我有此动作，他都会提醒一遍我关于转让股份的事情，这一次也不例外。南泽，你可别忘了要转让股份给我们的孩子哦。以往听到这话，我只会心疼他没有安全感。现在我只觉讽刺又好笑，是把我当成了扑克牌里的小丑了吗？我们的孩子，那么小的孩子有了股份也没什么用处啊，实际使用这些股份的人还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吧。我刻意咬中了亲生父亲几个字。马如之点头，笑着看我，实际使用这些股份的人当然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啊。他没有说实际使用这些股份的人当然是你啊，而是孩子的亲生父亲。我看着他那看似真诚的眼睛，确定吗？他闭着眼睛，慎重地点了点头，当然确定，无比确定，十分确定。我的视线没离开过他的眼睛。不给孩子的妈妈使用了，这个嘛，主要还是给孩子的爸爸使用就行了。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是想要拿我萧家打下的差不多半壁江山来做嫁妆是吧？最后一丝希望彻底破裂。马如之，别怪我没给过你机会，是你不把我当人，是你剥夺了我做男人的尊严。这一回，我一定要狠狠地报复回去。萧氏集团总裁办公室。助理在汇报马如之的哥哥马子才在萧氏旗下子集团公司任财务一职，私自挪用公款225万时，被我妈一个电话打进来给打断了。南泽，你怕是被那胡妹子迷住了，她家里什么人都给塞进集团，现在这不是引火自焚吗？我开始走神。想起去年新婚之夜，马如之在我们温存之后向我提出要将他哥哥和爸妈安排进集团，色令智婚。我回答的是再做一次就答应，证据充足。马子才已因涉嫌挪用公款罪蹲了监狱。助理说马子才申请见我一面，说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务必当面告诉我。晚上回到家，一进门，马如之就扑了上来，把我抱住。我没有像以往一样回抱住他。老公，我哥的事情，难怪这么热情，原来是有求于我。老公，我哥的钱我帮他还了，你们这件事情可以调解吗？但他没想到的是，今年我去监狱见他哥，马子才说要和我做一个交易。说告诉我那个他妹妹出轨了徐子从的秘密，让我撤诉。马如之，你看看呐，这就是你要帮的哥哥，你娘家人只会拉你共沉沦。
我要让你知道，我才是那个能拉你走出泥潭深渊的人。我要你追悔莫及。我随便打了个太极，对他说：现在警方已经立案，这件事情到时候再想想办法。接着，我开始了一系列的动作。马如芝的妈妈一直在我集团的子公司吃空饷，就是每个月不用来上班，但是雷打不动的发工资，买6险1金的那种。我让助理停掉他的工资和社保。之前马如芝的爸爸一直在赌博，欠了网贷高利贷不少钱。为了帮马如芝在我妈面前保留形象挽尊，我之前都一声不吭地帮他还了。最近助理汇报说，马如芝他爸又欠下一笔30万的网贷。当然，这次我不会再做冤种。果不其然，他家里人上来闹了。我一进门就看到我那所谓的岳父岳母坐在客厅里，像2尊送不走的大佛。马如芝他妈是个会来事的，见我进门就向我走去，嘘寒问暖。马如芝上来牵过我的手：南泽，你集团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妈说这个月的工资没有按时发，还有我爸在网上赌博输了点钱，找到你助理要钱还债的时候，你助理说他已经没有权利来办这个事情了。我平静地点了下头。对，现在查得严，不能在单位没有实际的职务挂靠买社保。还有最近集团资金周转困难，大于10万块的钱一律先不支出。我只是随便掰了个借口，刚好马如芝他爸也没信。女婿，你这是耍我们呢？怎么不算呢？但财政大权在我手上，我自是收放自如，见不好向我发作。马如芝他爸朝马如芝发起火来，指着他的鼻子说，让他赶紧筹钱，不然到时候直接让追债的人找他要。马如芝一脸无措地站在原地，他筹不出来的，因为我知道他每个月在我这拿的300万生活费都补贴给了他妈，而且下个月开始我就会停掉他的生活费。我要让你知道，停止单方面对你的供养，你会被高高举起后重重落下。当然，这还远远不够，钱算什么？感情才是最致命一击。马如芝醉酒后，嘴里的那位顾律师来找到了我，说来也是有点戏剧性的。我那便宜老婆出轨了我的发小徐子从，徐子从的未婚妻是顾幽微，而顾幽微曾经追过我3年。自从我结婚后，关于顾幽微对我于公于私的邀约，我无以不拒绝了。这次应约，直觉告诉我与徐子从有关。你被偷家了还不知道吗？还是被你发小偷的？我来是找你合作的。你找到你老婆和徐子从在手机上勾搭的证据，提供给我。事成之后，你要我怎样都行，我才不需要顾幽微怎样。我要马如芝下地狱，所以我答应了。但我要求他不能拿着聊天记录，在诸如订婚宴之类的大场合，在大荧幕上面滚动播放。毕竟让集团股价因为那个女人的丑闻而大跌，可不值当。他的手机我能解锁，晚上他在我旁边熟睡，打起了呼噜。倍感烦躁的我解锁了他的手机，翻遍了他的社交平台、外卖平台、支付平台，一点徐子从的痕迹都没有。神山手，不死心的我退出了微信，重新登录账号的时候，发现了他的小号。马如芝记性不好，几乎所有账号都设置同一个密码，微信小号也是。登录进去后，发现只有一个徐子从，一个联系人，聊天内容真他妈不堪入目。我现在怀着孕，不用做错事的。今晚他加班，我过去你家好不好？关注我，每天更新精彩故事。好，我买了方便脱的衣服，一会你换上。可笑，怀孕3个月以内，我和马如芝一直谨遵医嘱，不做那档子事。今天下雨了，
我好想你啊，宝宝也想你了。他好像刚刚踢了我一脚。你想我吗？想，可笑。怀孕才3个月，有个屁胎动，翻了2下，实在是没眼看。但我也能够坦然面对了。我对他的那点爱意早已被他做得消失殆尽，取而代之的是滔滔恨意。我用手机一一拍了下来，他们相爱的证据足足有100多张，我一并打包发给了顾幽微。而在顾幽微送给徐子从一份大礼之前，我要先给马如之来一份小礼。我们萧氏集团与徐氏集团合作不多，但也有合作。合作签完合同之后的聚会，我一般是不去的。但这次我不但去了，我还特意叫上了马如之。一旁的徐子从左拥右抱着2位衣着暴露的女生，马如之的眼神飘忽不定，时不时落在他们那处，而徐子从只装作与马如之不熟的样子。喝多了，甚至开始在2位女生身上上下其手。马如之的眉头越锁越紧，这就受不了了吗？你以为谁都像我那样有聚会尽量不参加，参加也不点陪酒的吗？徐子从在圈里可是出名的万绿丛中过，叶子都不放过的花花公子，是你自己把我弄丢，转身投身到一个脏男人的怀抱的。现在这点吃味你就得受着，毕竟到时候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后，还有你受的。变天了，准确来说是徐氏变天了。我抿了一口咖啡，说说你具体都做了什么。顾幽微伸手将我那杯咖啡拿走，抿了一口，说好苦。我皱着眉头看他，但想到一会儿还得听他怎么处理那些照片，就忍住了。不过直到这次见面结束后，我都没再碰过那杯咖啡。我是独生女吗？本来我爸是打算在我和徐子从结婚之后就投资徐氏研究人工智能的。我爸真是没眼光，他看女婿的眼光不行，人工智能我认为也不行。我没好气地打断，说重点。重点就是我爸知道徐子从勾引人妻后大怒，当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马如之是你老婆。我爸可能觉得得罪不起萧氏，就退婚了，所以准备合作的人工智能项目也黄了。但原来徐氏早就砸了很多流动资金来研发人工智能这个项目，但一直没什么成果，所以他们要和我家联姻，就是奔着钱来的，想要我家投资来补这个亏空。没错，徐氏的资金链早就出现问题了。现在顾氏这块到手的肥肉飞走了，要还上拖欠已久的供应商货款更是难上加难。随着供应商不断上门讨债，媒体的不断报道，政府部门人社局的不断施压，徐氏股价大跌。刚咽下的苦咖啡刺激着我的味蕾和我的神经，实不相瞒，这比获得钱与权的快感还要多。刚准备迈出包厢，顾幽微一把将我扯过。我扭头不明所以地看向他，他做了个虚的手势，用头示意我朝门外看去。我循着他的视线看去，竟是马如之哭哭啼啼地跪在徐子从的脚下。徐子从一脸不耐：“你这蠢货，怎么泄露的聊天记录都他妈传到顾幽微那去了？一定是你那便宜老公拍的。”马如之还是紧紧抱着徐子从的腿没有起来，两方僵持不下。马如之开始使苦肉计：“我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啊，子从！”听到这，顾幽微差点发出声音，被我捂住了他的嘴。见徐子从不为所动，马如之开始画饼：“你忘了吗？等孩子生下来，萧南泽就会转30%的股份到孩子名下。你们集团不是资金困难吗？到时候可以用这笔钱。”徐子从明显不耐烦了，用力抽出了脚。马如之因为惯性太大，
整个人从身后倒下去。你以为萧南泽会蠢到以为孩子是他的吗？我说了，我们断了，你去把孩子打了，而且我本来就是对你玩玩而已呀。江城谁不知，我那好发小萧南泽事事都要压我一头，我只是想尝尝他女人的滋味，他有的，我为什么不能有？说完，徐子从头也不回地离去。马如之坐在地上，双手撑地，哭得眼睛通红。过了2分钟，马如之的妈妈赶来，数落了他一顿后，还帮他出谋划策。事到如今，你千万不能让南泽知道孩子不是他的，不然你讨不到一点好。还有，以产检、买补品的名义，多问他要点钱吧。一旁的顾幽微已经快惊掉下巴。在他们母女俩离去之后，他打量着我的神色。我发现徐子从在使用干扰素栓剂，你抽个空咽下性病吧。从医院回到家后，马如之已经回到家了，他眼尾通红，是刚刚痛哭的余温。我好想问他一句，这回知道哭了，但他却扑通一声朝我跪下。跪下的时候还一边抚摸着自己的肚子。朝谁都下跪吗？这下跪未免有点太廉价。你跪我做什么？我还没死。他故技重施地抱着我的小腿，一如刚刚我在包厢里看到的那一幕。所以意思是他对我做过的事情，也对徐子从做过，也是，有什么奇怪呢？但一想到他那张嘴亲过徐子从后又亲过我，身上就像有一股气不上不下的。微信记录你都看过了吧？对不起，道歉有屁用？我居高临下的看向眼前曾经与我同床共枕无数夜晚的女人，明早去民政局申请离婚后就搬出去吧。等1个月离婚冷静期结束后，我们就离婚。马如之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他注视着我的眼睛。我只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，你不能原谅我吗？南泽，你做那么大的生意，谈生意的时候，别家公司老总没给你塞过女人，我是不信的。你看，你没否认，你也是出过轨的。我们扯平了，你原谅我吧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女人，她竟然为了洗清自己给我泼脏水。原来，虽然我们曾同床共枕那么多年，但我们从不曾了解彼此。我最讨厌酒桌文化，更讨厌酒桌文化伴随着的调戏、玩弄女性。因为今天能调戏女性，明天就能调戏男性。归根结底，调戏的、玩弄的，只不过是身处低位的人罢了。我看着他，苍凉的一笑。那你说说，我在哪一晚出轨了？出轨了谁？他却手足无措的哑口无言，说不出来吧？马如之，不是谁都会像你一样对婚姻不忠。他又抚摸上了自己的肚子。南泽，不要离婚好不好？你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不要和我离婚好不好？南泽，我明天就要去产检了，你陪我去吧。怎么能够那么云淡风轻地说出那是我的孩子，还若无其事地要我陪他去产检？我注视着他狡猾的双眸，这孩子真的是我的吗？他避过我的视线，低下了头，后又抱紧了我的腿。是我们的孩子，是吗？是。看着他在和我极限拉扯，我竟有一种将他玩弄于股掌中的快感。我点了点头，说了个好字。他眼里瞬间露出光芒，但在听到我说可你那晚同学聚会醉酒说那是徐子从的孩子后，分崩离析。现在被徐子从抛弃，才来我面前卑躬屈膝，早干嘛去了？你要知道，在你第一次爬上徐子从的床之后，我们就完了。我没有那么贱，爱吃回头草。马如之从我别墅里搬了出去，我让钟点工将属于他的东西全部清空扔掉，不然看见了晦气。后来干脆换了一处别墅入住。萧氏集团，
我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合同的条款，旁边的助理不自在地轻轻咳了一声。会议，我看向他，肖总，他送来的饺子怎么办？门口传来我妈的声音，还用问吗？直接扔掉。我叫住了助理，助理一脸懵逼地看向我，我妈则一副不争气的样子看向我。他人还在楼下吧？把这盒饺子扔到楼下的垃圾桶，他能看见的地方。自他搬走那天起，每天中午顶着大太雷打不动地给我送吃的，每天我都让助理直接扔垃圾桶。看来今天不当着他的面扔掉，他是不会死心。但显然没那么容易就让他死心。他不知道去哪里捡来一些廉价的玫瑰花瓣，在我集团总部大楼的楼下摆了原谅我3个字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他越来越丢脸。什么年代了，还玩在公众之下试图道德绑架那一套？我本打算晾着他，等他挺着大肚子晒够太阳自然会走，但好不容易来一次集团总部的，我妈看不过眼，直接让保安将他撵走，还吩咐保安以后不准再让他靠近总部大楼，意思就是他以后应该也很难再给我送饭了。没想到一天我和顾氏集团谈完合作，从包厢出来，竟然遇到了他。准确来说，是被他硬生生堵住在了门口。他身上还穿着我之前带他逛街买的孕妇裙，只是稍微有点小了。他拉着我的手，问我，如果我打掉这个孩子，你会重新接受我吗？我笑了，见我不说话，他开始回忆我之前追他有多疯狂。我们2个门不当户不对，我妈阻力很大，但我那时候觉得非他不可，死活不肯放手。我妈也没办法，说你非要撞这个南墙就去吧，反正我不看好你们。一语成谶，但我有随时转身的勇气和能力，谁不会犯错呢？你还爱我的吧？你让助理拿那盒饺子扔在集团楼下垃圾桶，就是为了让我看见。如果你不在意我的话，又怎么会费心思做这种事情呢？我得了失心疯，如今的他真的好像一个小丑。忽然间，肩膀处有一只手搭了上来，我对上那手的主人的目光，见他对我挤了一下眉，古灵精怪的，哎呀，你和我来相亲吃饭，怎么不等我？我刚刚不是和你说我上个厕所而已吗？是我不好。我用另一只手安抚了顾幽微搭上我手臂的手。眼前的马如之傻眼了，顾幽微的演技不错，你不要再缠着他了，等你们离完婚，我们就正式交往订婚结婚了。我和他门当户对，你拿什么和我争？马如之失望地看我一眼，我回以冷淡，徐子从很脏，我看你最好还是去查一下性病。我当时的检查结果是阴性，不代表他。马如之当场面如死灰。顾幽微，把手放下来吧，人都走了，别演了，见复婚无望。马如之爸妈来集团闹事，说他儿子在肖氏集团鞠躬尽瘁，却被我们设计害他进了监狱。骂我狠心爱上了顾氏集团的千金，抛弃糟糠之妻，好不要脸。我直接马如之的债主们回来追债，差不多10个债主围着为老不尊的2夫妻打了一顿，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对付他们，我甚至用不上叫警察。在离婚冷静期结束前一晚，久违地接到了马如之的电话，一接听，那头就响起闷闷的哭声。说话，不然挂了。马如之带着哭腔，声音里浸满哀伤。难则我染上了 HPV， 这孩子医生建议拿掉。我不耐烦打断，这关我什么事？明天民政局离婚，别迟到。我知道的，有一个说法是，当你遇到困难想起的那个人才是自己最爱的。现在天塌了，我的人生全毁了，我真的好想你，好想你陪在我身边。你可以骂我不要脸，
但我现在才想清楚，我爱你，难则说出来，你可能不信。当初真的是徐子从勾引我的，他身上的气质和你完全不一样，放荡不羁。加上我以前初中的时候暗恋过他，但我发现了，他那样的人根本不配我的喜欢。说到最后，他又开始哽咽起来。难则是我不好，我不想多费口舌。我的人生毁了，凭什么徐子从还能活得那么好？我挂断了，这些与我无关，我早就放下了。翌日，我一大早就让司机开车去民政局。今天是我离婚的大好日子，神清气爽。但等了1个多小时，还没发现马如之的身影。我掏出手机，助理就给我转来一则新闻。新闻标题是徐氏太子爷捅杀地下情人，地下情人系萧氏总裁夫人。点开这条社会新闻的内容是，两人因私事发生剧烈争吵，女子掏出小刀想捅对对方，被抢过利器反杀了。配的图是案发现场的，模糊的马赛克未能真正掩盖住那些血红色。其实昨晚听马如之那段话，就有点感觉他不对劲，但我没有阻止他，就让他们狗咬狗，两败俱伤。我如释重负地离开民政局，回到萧氏集团楼下，阴魂不散的人又出现了。马如之他妈跪下来求我给他请律师，徐家那边肯定会将事实扭曲成正当防卫的，求求您了，萧总，就看在曾经是夫妻一场的份上，帮帮我们吧。好一个夫妻一场，不帮，萧总，要是真的变成正当防卫的话，芝芝就白死了。那这样子，我甚至连赔偿金都拿不到。现在芝芝他爸欠下那么多债务，马如之，你在天上看着会不会觉得讽刺？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个也仅且有一个算得上是真心实意待你的人，被你弄丢了。我厌恶地看着地上的女人，出生在这样的家庭，应该是没有爱人的能力的。可我本就是衣食无忧、富贵逼人的存在，他不会将我拽进深渊，我只会在他跌进深渊的时候，将脚边的石子踢下去。试探一下深度后，全身而退。顾幽微成为了马如之这个案子的代理律师，历时差不多2年，开了3次庭，终于胜诉。最终的结果是徐子从被判了有期徒刑6年。你不会怪我帮他打这个官司吧？我这不是在帮你吗？帮你把奸夫送进局子，不是我说。这场官司我打得十分精彩呢，不是？律师的人设好像也不是这么聒噪的吧？算了，看到徐子从终于得了报应，锒铛入狱，我也算是心情舒畅，暂且不和顾幽微计较。但他好像没完没了了。最后一次，马如之的父母都没出庭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不好奇吗？那我告诉你吧。是因为马如之他爸酗酒，将马如之他妈打死了，竟然是生生一拳一拳打死的。我看过那么多案子，第一次看见有人能用拳头打死人，聒噪。最近并购案有点棘手，耳边还有个人嗡嗡嗡的，我干脆闭上了眼睛。忽然间，太阳穴处有一个温暖的触感，不舒服吗？我帮你按按，我学过一点的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不用2字还卡在喉咙处，呼之欲出。我妈就开门进来，看到了这一幕。该死的是顾幽微还不好意思的立即放下双手，低着头，一副被捉奸的活色生香的样子。我天，他是怎么成为律师，还打赢那么多官司的？我妈呢，更搞笑，一副懂得都懂的表情看着我们，还自动退出去，善解人意地关上了门。我怀疑他还会在门后偷听。我赶去了会议室开会，留我妈和顾幽微2人在我办公室相谈甚欢。说来也奇怪，我妈这么挑剔的人，
特别喜欢顾幼薇。在我丧偶的这2年里，我妈没少在我耳边提起顾幼薇，不骂死了的那一位了。她生前我就不喜欢她，她配不上你。我觉得呀，我家孩子就顾家千金配得上，而且我知道他之前追过你，你别鬼迷心窍了行不行？你可别是喜欢我网上那些网红脸吧？你要敢出去花天酒地，我会打断你的腿。那时候的我实在不想再想什么儿女情长，脑子里都是工作。于是打趣道：妈，你看你儿子当然怎么都是个宝，但在人家顾家看来，说不定我呀就是个离婚的二手货。我妈气得直接要捞起坐着的凳子打我，每次我都能玩着闹着把我妈糊弄过去，但这一次我直觉不简单。开这次会议毫无进展，并购案迟迟难以推进。待我回到办公室，顾幼薇已经回去了。我妈在我的办公位置上悠哉悠哉地喝茶，看到我回来了，眼皮都没掀。并购案进展不顺利吧？和顾家联姻是个解决办法。妈，我呀，活了那么久了，我那么喜欢幼薇那孩子，也不会将她推进火坑。如果你对他没有好感，能让他进总裁办；没有好感，能让他给你按摩。我自己生的孩子，我还能不懂吗？和他结婚吧，他是良配。番外篇，一直以来，顾幼薇给我的感觉都是聒噪，但我发现我好像错了。也对，毕竟是个律师，怎么可能会聒噪呢？也不对，他确实是聒噪的。在我的面前一直是这样，但在外面他从来都是临危不惧的。婚后5年，马子才出狱了，看着家人死的死，坐牢的坐牢，他要来报复我。那时候刚好遇上我的一名保镖老婆生产，一名保镖母亲去世。在我加班到凌晨下楼的时候，他拿着一根铁棒来蹲我。虽然这家伙可能在监狱没少运动，身体素质还行，但我黑带10级也不是不能赤手空拳打过他。但意外的是，那天幽薇来接我了。幽薇看到我手上没有武器，紧张之下忘记了她老公我是黑带10级，竟然临危不惧地跑上来替我挡了一棒，刚好那铁棒敲在他的脑袋上。我当时急得肺都要炸了，3下5除2将马子才打趴下后，抱起他去车上，一路狂飙到医院。傻瓜，平时在我面前大大咧咧的，遇到危险不应该躲远点吗？万幸只是脑震荡，脑子没有被打傻，不然剩下可怜的我和3岁的女儿，父女俩可怎么活？我心有余悸。你以后遇到危险躲远点，知不知道？不然出事了怎么办？顾幼薇委屈巴巴地看着我，我当时不是怕你被打吗？那么粗的铁棒，原来你知道的呀。虽然拌着嘴，但我却感到无比温暖，心里像一团白色的棉花，软软的。虽然我不需要人保护，但有一个人义无反顾，不顾生命危险，只为保护我，我很难不感动。特别这个人还是我爱的人，我的妻子。幽薇才住院了3天，就嚷嚷着要出院，一会说女儿晚上想和他睡觉，一会说自己手上还有很多当事人委托打的官司，他要赶回去写答辩状，真是聒噪。马子才又被我送进了监狱，不过我有点后悔了，他把我老婆打进医院，我高低得找个黑社会揍他一顿，再送进监狱。大意了，日子过得好舒心。转眼间女儿6岁了，女儿性格像她，古灵精怪的，爱捉弄人。某天饭桌上，她掏出一张红底证件照递给幽薇，妈妈，怎么你长得和你以前不一样了？你以前是最近很火的微笑唇吗？微笑唇。我看着幽薇阴天的脸，大事不妙。当初和马如之的结婚照被我销毁了，
这小孩从哪个嘎叽窝找出一张我和他的红底证件照啊？我百口莫辩，只好当场撕了那张照片以证清白。幽微放下了筷子，回了房间。女儿还在一旁捂着嘴偷笑。好好好，等我哄完我老婆再来收拾你这小孩。我赶紧追了回去，从身后将他抱住。别生气了，我错了。要不是今天女儿找出这张照片，我压根想不起这号人物了。那一段痛苦的经历就像前生，而今生今世的我无比幸福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